这部评分高达 9.4 的岛国推理神剧，只有顶流明星才能出演，被称为元祖歌姬的中森明菜，还有曾经火遍亚洲的日剧天王木村拓哉，他们都曾在此剧中出演过，并且除了演艺圈之外，其他领域的顶流大咖们也争着抢着到这部剧里来出演罪犯和古田联手飙戏。比如说，世界棒球巨星铃木一郎就在第3季中用自己的真名扮演了一期杀人犯，和古田来了一场高智商对决，着实精彩。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2季第3集医生杀人事件。一栋豪华别墅里，两人正在闲谈，后面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名叫花见，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推理作家。前面这位呢是花见的私人医生，名叫岩一郎，以前也写过推理小说，但是销量不怎么理想，于是后面改行做了医生。这天晚上，花见向岩一郎抱怨说，他最近找了一个私家侦探，偷偷调查自己的妻子小美，发现小美竟然给他戴了绿帽子。明天侦探把照片拿来就知道奸夫是谁，到时候他就拿着证据和小美离婚。说完，岩一郎给花见出了一个主意，你假装为情自杀，这样小美就知道你有多爱她，事后她就会感到非常的对不起你，然后怀着羞愧之心一直对你好下去。花见听完后思考了一会儿，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而且丑闻一旦爆出来对声誉也有影响，最终他选择了采纳这个建议。随后岩一郎从包里拿出一把手枪，对着花见扣动了扳机。原来这把枪其实是一个打火机，它的外形和真枪一模一样，到时候花见就用它来演戏，让妻子小美回心转意。岩一郎把道具拿给花见后，离开书房来到了小美的卧室里，帮她检查了身体。下一秒，小美拉着岩一郎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原来给花见戴绿帽的人就是岩一郎。那么岩一郎给花见出的主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他想以假乱真，趁此机会杀死花见吗？楼下保姆正在准备晚餐，刚启动微波炉，突然整栋别墅跳闸停电了。保姆拿出手电筒解释说，应该是房间的电路老化造成的，他现在就去检查一下。随后保姆推回电闸。晚餐过后，花见和岩一郎正在下着国际象棋，小美让保姆收拾好厨房就赶紧下班回家，刚转身准备想离开，突然岩一郎叫住了他，表示还想吃点宵夜，让保姆再弄些饭后餐点过来。保姆回到厨房直接被气成了表情包。客厅这边，岩一郎对着花见使了一个眼色，随后花见离开客厅上楼准备演戏。小美觉得花见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于是打算上楼摊牌，然后和岩一郎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说完，岩一郎也顺势而为，声称等自己的老婆从娘家回来就和他提出离婚，然后娶小美过门。摊牌的事过几天再说，今晚先好好的休息。小美听完后非常高兴，抱着岩一郎情不自禁地啃了起来。然而岩一郎真的会如他所说抛弃妻子和小美在一起吗？这是一起高智商密室杀人案，犯人利用保姆制造出不在场证明，在一栋别墅里接连杀害了2人。最后古田通过一封没有签名的遗书锁定了凶手。花见来到书房，通过打字机写下遗书，写完之后他给自己化了一个仪容妆。与此同时，楼下客厅里，岩一郎从包里拿出了一把真正的手枪，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要趁此机会杀死花见。准备好了之后，岩一郎看了一眼手表，10点20分，花见打了楼下的固定电话。保姆接起后，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来世再见，把保姆都给整懵逼了。随后保姆叫上岩一郎来到2楼，躲在书房里的花见听到动静后点燃了一个炮仗，听到里面传出枪声，保姆顿时慌了。岩一郎让他赶紧去楼下拿备用钥匙。紧接着花见打开房门，询问岩一郎自己演的怎么样。看到花见的模样，岩一郎瞬间也傻眼了，你这额头上整了些啥呀？花见表示，为了演得更加逼真，看起来更有视觉效果，他涂了点假血。说完，岩一郎把他推进房间里，让他赶紧回去躺好。随后岩一郎悄悄来到小美房间，趁小美正在熟睡时开枪杀死了她。出门刚好碰到保姆拿钥匙上来，接着打开书房的门，俩人一起看到了躺在地上满头血迹的花见。岩一郎假装检查了一下尸体后，让保姆去楼下将自己的医疗包拿上来。保姆离开后，岩一郎关上房门，表示计划非常的完美。随后他处理掉了地上的炮仗碎屑，询问花见为何要把血弄在额头上。正常情况下，人自杀都是对准侧面的才对，你这样不就露馅了吗？花见表示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弄得现场更有视觉效果一些。正交谈着，突然保姆拿包回来了。岩一郎打开房门，让他赶紧去叫救护车，人还没有死透，可以挽救。说完，他吩咐保姆再烧一壶热水，等会有用。看着保姆下楼后，岩一郎回到房间，拿起遗书一看，发现上面还没有签名，便催促花见赶紧签上，不然会露出破绽。与此同时，保姆在楼下忙得鸡飞狗跳，由于锅太大水太多了，等着锅水烧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于是他往碗里倒了一些水，想要用微波炉来加热，可当他启动微波炉的瞬间，房间再次跳闸断电了。此时花见正准备提笔签名，虽然房间里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摸索着签下自己的名字还是可以做到的。随后签完名，花见继续躺下装死。突
突然间，他想起自己额头上的假血被他给擦了，这样可是会露馅的呀。还没说完，严一郎就打断他说道：“没事的，这一次我会帮你。”只见严一郎从身后掏出手枪，然后对准花剑的额头。就这样，伴随着一声枪响，花剑彻底凉凉。紧接着，严一郎将现场处理干净，然后把手枪放在花剑的手里，对着墙壁开了一枪。随后画面一转，古田来到案发现场。经调查，现场有2具尸体，死在卧室床上的小美和躺在书房的推理作家花剑，两人都是头部中枪身亡。经权表示，这是一起殉情自杀案，桌上留有遗书，初步判定是花剑杀死了妻子后，回到书房又举枪自杀的事件。古田低头检查了一下尸体的状况，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死者的身上竟然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这是什么情况？古田来到案发现场，找到死者的私人医生严一郎，询问过后，严一郎讲出了事发的全过程。接着古田发出疑问，一般情况下，人在自杀时对准的是脑袋侧面，而死者对准的却是脑袋的正前方额头，这是为什么呢？说完，严一郎不做回答，古田话锋一转，提到了凶手的作案动机。案件从表面上看，像是花剑杀害了小美，然后又回到书房自杀的殉情事件，也不知道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此，严一郎表示，花剑之所以要杀害小美，是因为小美她出轨了。严一郎也没有隐瞒，直言小美的出轨对象正是自己。听完这一切，古田瞬间懵了，没想到案件这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紧接着，严一郎还假装伤心地说道：“是我害死了小美。”随后画面一转，古田和严一郎来到书房，找到了那封遗书。古田表示，遗书是打印出来的，上面连个签名都没有，所以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严一郎接过一看，瞬间懵逼了，他明明看到花剑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现在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呢？这是怎么回事？随后，古田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对着严一郎说：“这本书是今天早上刚刚出版的，花剑看了一部分，还在里面做了标记。一个准备自杀的人，还有心情看新书吗？而且他还做了折页。人们看书做折页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下次再看的时候好找。想要自杀的人还会考虑这个吗？”对此，严一郎解释说，这很有可能是花剑看书时养成的习惯，不经意间折上的吧。说完，画面一转，两人回到客厅里玩起了游戏。古田突然想起，花剑自杀前曾给保姆打过一通电话，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为什么还要打电话通知别人呢？讲出来不就有机会被救了吗？难道说他不是真的想自杀？说完，古田和严一郎玩起了飞镖游戏，金泉在一旁负责记录，可是写了半天都没有写出来。原来花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写完的笔他不会直接扔掉，而是放回笔筒里，等到全部写完后才将它们拿出并保存起来。金泉接连拿了2支笔，都是用完的。随后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毫无悬念，金泉都不用记了。严一郎是一名游戏高手，丢飞镖3发全中，打台球也是一杆清场，妥妥的游戏全能王啊。接着古田再次提出了疑问，案发现场那把手枪开过3枪，其中1枪打在了墙上，严一郎表示那一发可能被他打偏了。古田指着额头说，花剑瞄准的可是额头啊，这怎么可能会打偏呢？随后画面转过，古田和金泉找到保姆，金泉没吃晚饭，饿极了，拿着桌上的餐点就往微波炉里送，结果刚启动开关，房间再次跳闸停电，保姆被气得炸毛了，愤怒地抱怨到今晚这个鬼店已经跳闸了3次。古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起身询问他3次跳闸的具体时间。询问结束，古田来到书房，找到了答案，他已经明白了所有真相。随后自白开始，事件は解決しました。さすがミステリーマニアの犯罪でした。やはり巧妙に仕組まれた密室殺人でした。決め手となったのは、サインのない遺書。古畑任三郎でした。古田找来严一郎，先是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花剑生前是否有喜欢化妆的癖好？严一郎回答没有。接着古田继续说道，花剑死前曾给保姆打过电话，然而他为什么要打那通电话呢？假设没有那通电话，花剑和小美的尸体第2天才会被发现。古田做过实验，枪声不大，在楼上开枪，楼下是听不到的。或许花剑的那通电话就是想让楼下的人去到楼上，然后故意让他们在走廊听到枪声。本来保姆早就可以下班回家，你却找借口把他留了下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给你做不在场证明。你和保姆一起在走廊听到枪声，然后进门后还一同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尸体。然而那个时候花剑并没有死，他只是在配合你演戏。警方在花剑的脸上和额头上检测出了化妆品和假血的成分，所以说你和保姆第1次进门后，保姆看到花剑额头上的伤口，那是化出来的妆。案发当晚，你让保姆下楼过2次，趁这2个时间段，你杀害了小美，然后又将伪装自尽的花剑给杀死。最后你利用保姆给自己做不在场证明，将这一切嫁祸给死去的花剑，这就是案件的所有真相。说完，严一郎终于发话，推理的是不错，但是证据呢？
你用什么来证明我和保姆进门后花见还活着呢？古田拿起沙发上的遗书，然后淡淡的对他说道：“证据就在这上面。其实这封遗书仔细看，上面是有签名的。说是签名，不如说是痕迹。这是花见用没有墨水的笔写上去的。书房的桌子上有好几支这样的笔。然而他为什么要用没有墨水的笔去签名呢？看到写不出字，他为什么没有换一支笔呢？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在他签名的时候，房间断电了，里面变得漆黑一片。然而房间跳闸停电的时间就是保姆下楼烧水的那个时候，这也就说明了保姆烧水时他还活着。可后来保姆和医护人员上楼时，花见却成了一具尸体。当时楼上只有你一个人，所以说杀死小美和花见的凶手就是你。”说完，严一郎打算看一眼遗书，却突然假装要撕毁证据。古田被吓了一跳，还好严一郎不是耍无赖的小人。最后严一郎选择了认罪。影片到此结束。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是岛国实力派男星草薙正雄，模特出身，擅长剑道，凭借高大帅气和高超的演技在岛国红极一时。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拜拜。